想象一下，有无数个你正同时在无数个世界中过着你没选的人生。有的你接受了那个决定命运的工作机会，有的你没有，有的你在关键时刻原谅了某人，有的你选择了决裂。这不是科幻小说，而是量子物理中的一个严肃主张——多世界解释。它不仅重新定义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更把我们关于我是谁、我该为谁负责、神真的存在吗的问题统统打碎重建。如果每个选择都发生在某个宇宙中，那我们还能说自己是谁吗？如果痛苦是无限复制的，我们还能相信一个仁慈的神存在吗？而如果自我只是故事，那我们到底要为哪一个版本的人生负责？如果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庞大的多重宇宙中，那关于我是谁、什么是对错，甚至上帝是否存在这些问题，可能都得重新思考一遍了。前不久，我陷入了一个两难的抉择之中。一条路是接受一份极具吸引力的工作机会，但这意味着我要搬到几百公里外的陌生城市，身边一个熟人都没有。另一条路则是继续留在本地，这个我已经生活了10-20年的地方，虽然少了点新鲜感，但亲人朋友都在身边，生活安稳舒适。这两个选项各有利弊，我真心希望能同时体验两种人生，既能去冒险，又不放弃熟悉的生活。可是人哪能分身？难道我真的只能2选1？其实或许真有办法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听起来可能有点离谱，但请耐心听我说完。现在有些智能手机应用居然能利用量子力学中那种微妙的不可预测性来帮你做选择。可这可不是普通的扔硬币，不是靠运气来决定命运的那种。这种方式反而意味着你的2个选择都有可能在某个层面上成真。你打开那个应用程序，选择观测一个光子的状态，这会迫使它做出决定，比如要么是自旋向上，要么是自旋向下。在我的例子里，自旋向上代表接受那份工作，而自旋向下则意味着拒绝。你眼前只会看到一个结果，但按照某种理论，在另一个平行宇宙中，那个另一个你会看到相反的答案。从那一刻起，你的人生就一分为2，2个你开始在不同的宇宙中各自生活，互不打扰，却又同时存在。这一切的灵感来自物理学家休埃弗雷特3世在1950年代提出的多重世界理论。他在博士论文中大胆设想，我们的宇宙并不是在某个点上单一发展，而是在每一次量子事件发生时，都会分裂出无数个平行世界。而这种事件你无法想象的，每秒钟都在发生成千上万次。听起来像科幻小说，确实，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开始认真对待这个想法，甚至认为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真实运行方式。如果多重世界理论是真的，那么宇宙的分裂不仅是可能的，甚至可以说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对这令人瞠目结舌的科学理论特别感兴趣，因为它不仅挑战我们对宇宙的理解，更可能颠覆我们内心最深层、最根本的一些信念。我甚至相信，多重世界理论迫使我们重新定义自我这个概念。或许我并不是某个独一无二、从始至终不变的我，或许我更像是一棵不断分支的树，或者一只持续分裂的变形虫。在无边无际、永远扩张的多重宇宙中，有无数个几乎一模一样的我，过着略有不同的人生。这种观点还可能彻底改写我们对道德责任的理解，甚至对上帝的看法。也许我们一直以来所信仰的那个传统意义上的上帝，根本就不适用于这样的宇宙。2025年是海森堡提出矩阵力学，也是第一套系统化量子力学理论，整整100周年。你可能会觉得，都过去100年了，量子理论也取得了这么惊人的成就，科学家们应该早就达成共识了吧？关于这个理论到底意味着什么？很遗憾，真相远非如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学界的是所谓的哥本哈根诠释，这是海森堡、波尔等人提出的一种解释方式。
他强调的是观测行为的重要性，并倾向于不去追问现实本身是什么样的更深层问题。很多人因此讽刺他为闭嘴计算派，也就是说，你只管把数学算对就好，别多想背后的意义。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不再满足于这种头痛医头的态度，他们渴望一种更有形而上的解释，一个能回答宇宙到底怎么回事的完整途径。而这个挑战正被一股新兴力量所接住。埃弗雷特诠释，也叫多重世界理论，如今已经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它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在量子层面上，物体并不是处于某一个确定状态，而是同时处于所有可能状态的叠加态。这听上去也许有点悬，但其实早在1930年代，薛定谔就用一个设想说明过这个问题。他让我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有只猫被关在一个盒子里，它既可能活着，也可能因为盒子内的机制死去，但在你打开盒子之前，它处于既死又活的叠加状态。这听起来荒唐至极，而薛定谔本来也就是想用这个悖论来质疑量子理论的怪异之处。可多重世界理论的回答是，这不是荒唐，而是现实。猫并不是同时死又活，而是在平行的宇宙中各自活着或死去。也就是说，每一个可能的结果都真实发生了，只是发生在不同的世界里。当你打开盒子看到猫的状态时，其实你只是发现了你所在的这个世界的版本，而其他版本也同样存在，只是那个宇宙的你和当前宇宙中的你并不是等同的。这些听起来挺有趣的，但你可能会问，这跟我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说实话，到了这里，物理学就开始有点力不从心了。假如我们真的活在一个存在无数你的多重宇宙里，那就必须面对一个绕不开的大问题：那些你到底还是不是你？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从出生到现在一直是我这件事儿，就像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理所当然，不需要多想。但哲学家们可没这么轻松，他们为你是谁这个问题吵了几百年，写了无数本书。有人认为，自我的持续存在是靠心理连续性，只要你还保有过去的记忆、性格、想法，你就还是那个你。也有人认为，身体才是关键，只要肉身没换，你就还在。而很多宗教信徒则会说，真正的我是一个永恒不灭的灵魂，是不变的本质。大约几十年前，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就拿这些观点开刀，设计了一系列脑洞大开的思想实验。他受到细胞分裂的启发，提出了自我分裂的概念。如果你像一颗细胞那样一分为二，变成两个一模一样的你，那你还算是你吗？帕菲特认为，身份认同是一种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就是两个人。如果你真的分裂成了两个完全相同的副本，那么很遗憾，原来的你已经不存在了。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如果我被摧毁了，但在几毫秒之后，有一个和我一模一样、拥有相同记忆和性格的我在原地重生了，那到底算不算还是我？从你的内心感受来看，这一切仿佛无缝衔接，你不会察觉到任何中断。你身边认识你、爱你的人，也很可能看不出有什么不同。在他们看来，你还是那个你，照旧说话、微笑、讲冷笑话。而这种消失又重现的情形，其实正是科幻作品中瞬间传送所依赖的原理。如果未来真的有传送技术，那很可能就是先销毁原来的你，再在目标地点复刻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你。那既然传送可以被接受为一种存活下来的方式，那多出一个你又为什么意味着你死了呢？多出一个副本，难道不应该是你还在，甚至你还多活了一分吗？怎么会突然说你不存在了？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哲学家们往往会记出一个经典原则：不可分辨者同一原则。这条原则说得很直接，如果两个东西在各方面完全一样，那它们其实就是同一个东西。举个例子，启明星和长庚星乍一听像是两颗星，其实它们都是金星，只不过出现在早晚不同的时段，古人给起了不同的名字。还有另一个相关的原则，叫做身份的传递性原则。这听起来也很直观，如果 A 等于 B， 而 B 又等于 C，
那 A 就等于 C。比如，现在的英国国王是伊丽莎白二世的长子，而伊丽莎白二世的长子是查尔斯·蒙巴顿·温莎，所以现在的英国国王就是查尔斯·蒙巴顿·温莎。听起来有点像小学数学，但这类看似简单的逻辑，在探讨我是谁的深层问题时，反而显得格外有用。我们不妨来把前面提到的哲学原则套用到帕菲特的自我分裂思想实验上。假设有个人叫爱丽丝，有一天他像细胞一样分裂成了2个一模一样的个体，我们就暂且叫他们左爱丽丝和右爱丽丝。那么问题来了，原本的那个爱丽丝到底等于哪一个？是左边的、右边的，2个都是，还是2个都不是？如果从心理连续性的角度看，左爱丽丝和右爱丽丝都继承了原爱丽丝的记忆、性格和意识体验。从内心感受上来说，他们都觉得自己就是原来的我。按照这种定义，他们似乎都可以说是爱丽丝的延续。但麻烦在于，他们彼此却不是同一个人。他们处在不同的空间位置，有着各自独立的意识流。你给左边一个耳光，右边那个可不会跟着说，你他妈再打一个试试。从任何角度来说，他们都是2个不同的人。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哲学原则，不可分辨者同一原则告诉我们，只要2个东西之间存在任何区别，它们就不是同一个。而左爱丽丝和右爱丽丝显然是可区分的，说明他们不是同一个人。那问题就来了，如果原本的爱丽丝等于左边的那一个，那就违反了身份传递性原则，因为你不能同时等于2个彼此不同的个体。结论呢？如果爱丽丝分裂之后只剩下左爱丽丝和右爱丽丝这2个副本，而她自己不等于其中任何一个，那就只能说，原来的爱丽丝已经不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一些哲学家才会认为，自我分裂本质上就是一种死亡。看上去你被复制了2份，听起来像是双倍存活，实际上从哲学角度看，反而意味着原本那个你彻底消失了。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一切都太抽象、太科幻了。但问题是，如果多重宇宙理论是真的，那帕菲特所谓的自我分裂，其实早在哲学家出现之前就已经是现实的一部分了。物理学家肖恩·卡罗尔在他2019年的书《深藏不露的某些东西》中这样形容：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应该被想象成一棵不断分叉的树，而不是一条单一的直线，更像是一只不断裂变的变形虫。意思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无数次选择中分裂出无数个版本的自己，这些我共享同一个起点，却不断朝不同的未来分支，就像是族谱图里的一代代后裔永远在分叉。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人就像一棵生物进化树，我们的每一个版本都是在分叉中延续的后代，那我是谁这个问题还成立吗？这不仅是对个人身份认知的挑战，更是对整个人类自我理解体系的一次颠覆。但这还没完，多重宇宙理论还带来另一个令人头大的问题：道德责任怎么分？我们日常对道德行为的理解是建立在单一宇宙的直觉基础上的。比如，你有没有自由选择？你明知道后果还做了这件事吗？你该不该为此负责？如果这个世界就一个版本，那谁做了什么，当然该谁负责。可现在，如果宇宙根本不止一个版本，如果你在这个世界做了坏事，但另一个你在另一个世界做了好事，那你到底算是个坏人还是好人？如果每一次选择都分裂出另一个你，那我们还怎么评价你这个人本身？你还是原来的你吗？比如我们说某人因为某项罪行或善举承担道德责任，其实背后是默认了这个人具备几个前提条件：他有自主意志，他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他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后果。如果这些条件成立，那这个人就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赞美或谴责，这才是我们理解责任的基础。但在一个到处都是平行你的宇宙里，这套逻辑还能稳得住吗？不管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对道德责任的判断其实是建立在2个基本前提上的。我们责备的这个人必须和做出那个行为的人是同一个人，这个行为
必须是他在自由意志下主动做出的选择。为什么这两个条件重要？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但有力的例子来看清楚。设想同一场家庭生日聚会上，我年迈的外婆被我撞倒在地，摔伤了。版本一，我踩到香蕉皮，失控摔倒，恰好撞到了外婆。版本二，我一怒之下故意推了外婆一把，只因为她吃了最后一块生日蛋糕。在这两个版本里，结果是一样的，外婆受伤了。而且从因果责任的角度来看，两次都是因为我，所以我都造成了外婆的受伤。但只有在第二个版本里，我才真正应当承担道德责任。为什么？因为只有那一次是我出于意志在清醒状态下做出的选择。第一种情况是意外，是无心之失；第二种是有预谋、有情绪的故意伤害。这正好就牵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多重宇宙理论是真的，那我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真的是自由的吗？多重宇宙背后的物理理论是决定论的。换句话说，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宇宙中的每个可能性都会实现，每一个分支都是必然发生的结果，没有例外。听起来很玄幻，但它带来的现实冲击是，我们所谓的选择可能根本不自由。即使你觉得是我决定做这件事儿，但如果在某个宇宙分支中你注定会这么做，那你真的有选择吗？比如，如果有人拿枪指着我，逼我去推外婆一把，大家都会认为我不该负全部责任，因为我是在胁迫下行动的。那如果胁迫换成了宇宙基本法则，比如量子力学的规律，如果每一步选择其实都是被物理定律预设的分支路径，那我又凭什么为我的行为负责呢？从这个角度看，惩罚或赞美某个人的行为就变得相当不公平了。毕竟，如果他或她只是按照宇宙设定走完某个分支，那我们是在怪一个被动跟随系统规则的傀儡。除了自由意志，个人身份的连续性也是道德责任赖以成立的基石。换句话说，一个人要为某件事负责，前提是那件事确实是他干的，或者是他强迫别人干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我有个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兄弟，他一怒之下把我们外婆推倒了，结果你不分青红皂白，因为我们长得像就把我抓走了，那这显然是极其不道德的。为什么？因为虽然我们看起来一样，但他不是我。所以如果责任要算在我头上，行为本身必须出自我之手。而这正是我们面对多重宇宙理论时最头疼的问题之一。既然还有无数个我同时存在，那怎么确认这个做了某件事的我跟我现在的我还是同一个人？如果我们无法清楚地区分我本人与只是长得像的另一个我，那么我们平时用来维护社会秩序的那一整套逻辑就全都崩塌了。我们还能惩罚谁？我们还能要求谁承担责任？我们还能靠什么来维系所谓的道德标准？这还只是哲学层面的问题。一旦进入宗教领域，多重宇宙还会触发更大的难题，尤其是恶的问题。这是宗教史上最古老也最难回答的问题之一。如果上帝是无所不知的，那么他应该知道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痛苦和邪恶。如果上帝是无所不能的，那么他应该有能力阻止这些痛苦和邪恶。如果上帝是绝对仁慈的，那么他应该愿意这么做。但现实是，痛苦确实存在，邪恶也确实发生。这该怎么解释？恶的问题在单一宇宙中就已经够难解了，可一旦你接受了多重宇宙理论，那问题就更棘手了。因为在多重宇宙中，每一种可能性都会发生，那就意味着，不只是这个世界有苦难，几乎每一个宇宙中都有不同版本的苦难在不断发生。而上帝若真的全知全能，岂不是也创造并放任了无穷无尽版本的苦难世界？这不只是为什么允许邪恶存在的问题了，而是为什么允许一切可能的邪恶反复发生的问题。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多重宇宙理论认为，我并不是一个单一连贯的存在，而是被复制成了无数个版本。这些版本的我虽然都共享了某段过去，
但此时此刻乃至未来都将朝着不同的方向分裂展开。在这些无数个我中，必定有一个正经历着我人生中可能最糟糕的版本，而与此同时，还有成千上万个我正在过着各种不幸甚至痛苦的生活。换句话说，相比于只有一个现实世界的单宇宙，多重宇宙里存在的苦难总量要多得多。甚至可以说，在每一个人的未来中，总有某个版本的你会遭遇痛苦，只是我们不知道那个倒霉的你是哪个。当把这个苦难放大的问题抛给宗教信徒时，很多人会试图反过来安慰我。他们说，确实，多重宇宙里有更多的痛苦，但也同样有更多的幸福啊。换句话说，每一个活在痛苦之中的我，也必然有一个我正活得极其圆满幸福，还有更多我过得普普通通，挺不错。这样看下来，好像苦难和幸福的分布就重新平衡了。整体来说，这种宇宙里的善恶比例也没比传统物理模型下的世界更糟。所以他们认为，多重宇宙未必会让宗教信仰陷入更严重的危机，也许对上帝的信仰还不至于彻底站不住脚。但我认为，这种苦难与幸福互相抵消的说法其实站不住脚。原因在于，很多神学家都强调，上帝的角色不仅仅是宇宙总设计师，还是每一个个体的慈爱父亲，这两者是一样重要的。什么意思？就是说，上帝不应该只是那个造好了宇宙然后就撒手不管的远古工程师。如果他只是一个强大却冷漠的程序员，对我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毫无兴趣，那人们根本不会去祈祷，更不会心甘情愿地去崇拜他。我们信仰中的上帝不只是一个宇宙运营商，还是一个关心我们每一条短信、每一声叹息的亲密存在。他应该在意每一个人的痛苦，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所以，即便在多重宇宙中有很多我正在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上帝也应该想办法阻止那些正在受苦的我的痛苦，哪怕这意味着会少几个快乐的版本，也没关系。为什么？因为快乐和痛苦在道德上并不是等值的。举个例子，如果你必须在阻止一个人痛苦与打断另一个人的快乐之间做选择，我们几乎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阻止痛苦。正因如此，我们才会惩罚性暴力犯罪。因为在道德天平上，受害者的痛苦远远重于加害者的快感。换句话说，痛苦必须被优先考虑，哪怕代价是牺牲掉一些人的幸福感。而一个真正慈爱的上帝，不应该允许那种只为追求平衡而容忍巨大痛苦存在的宇宙逻辑发生。或许我们可以勉强理解，一个上帝可能出于某种目的，创造出一个能极大增加幸福人生版本的宇宙，让尽可能多的我都拥有快乐、有意义、道德美好的一生。但如果这个上帝不只是创造者，更是一个深爱每一个个体的父亲，那么这种设定就变得难以接受了。怎么可能有一个慈爱的上帝会容忍至少有一个我正在经历人生最糟版本的地狱？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伊凡·卡拉马佐夫说得好，只要这个世界允许一个无辜的孩子为了他人的利益而承受巨大苦难，那么这个世界就不值得被爱。哪怕我们活在的是一个单一宇宙，我也始终无法接受一个全知全能又全善的神真的存在，因为苦难太真实、太普遍、太沉重。而如果我们活在的是一个多重宇宙，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无限分裂，承载着数不清的痛苦版本我的世界，那我就更加坚信，这里没有一个仁慈的神在看顾我们。所以，如果多世界诠释真的描述了现实，那么我们每个人就像不断分裂的变形虫一样，活在无数个版本里，道德概念将被彻底颠覆，而有一位上帝在掌控一切的信仰，或许也只能成为过去。我们还被留在了一个深刻的身份危机中。如果每次宇宙分裂都意味着我的消失，那我是否真的在延续存在？还是说，每一刻的我都已经死去了？要如何在心理上面对这样的结论？我现在正在尝试的一种思考方式是，我是谁不是由客观事实决定的，而是由我自己编织出来的一条叙述线索。
也就是说，我是谁，取决于我自己内在的认知，我的记忆、愿望、情感、经历和身体感受，一起构成了我的自我叙事。在这种观点下，就算外面还有无数个和我相似的版本，我也不需要太在意。哪怕这些版本从哲学上来说，违背了某些身份同一性的原则，那又如何？我是谁，是由我来决定的，不是一个客观真理，而是一种主观感受。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并没有什么不可分割的核心本质，例如永恒不灭的灵魂。我们更像是一个个不断讲述和被讲述的故事。我们是由自己以及爱我们的人不断复述、修订和重写的生命叙事。我们不是石头，而是河流。我们没有固定形状，而是被流经的水、沉积的泥沙，以及一路留下的故事雕刻成型。已故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就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自我就像物理学里的重心一样，是个有用的虚构。它并不真实存在，但却帮我们理解自己、组织生活。对他来说，我们只有不断变化的身份状态，被我们自传式的叙述线串联在一起。自我是个抽象的概念，它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讲述方式。这也意味着，如果你某天被困在一个看似无解的两难困境中，或许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在多重宇宙的世界里，你其实可以鱼与熊掌兼得。比如，我在这个宇宙里决定不接受那份工作机会，但我相信，在另一个宇宙里，另一个我接下了那份工作，走上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在埃弗雷特的多世界理论中，我们面前有无数种未来同时展开，再也不用为苏菲的选择夜不能寐。你可以抛一枚量子硬币，然后在两个世界里同时活出两种人生，即使你永远不会知道另一个自己最后走向了怎样的结局。当然，我们也明白，有些未来会充满痛苦与磨难，但也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获得些许安慰。在无数个宇宙中的某一个，至少有一个你正在过着最完美、最幸福的人生。而从另一个层面看，或许我们也应该开始思考，那些在完全不同历史语境中诞生的宗教观念，是不是已经不再适用于这个多重宇宙的时代？也许，这个宇宙并没有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被丢进了一个冰冷、荒芜、毫无意义的世界。相反，它赋予了我们一种激进的自由。我们不再需要等待神明告诉我们什么是善与恶，什么是意义，什么值得我们为之奋斗。意义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价值由我们共同创造。至于我们最终会得出怎样的答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量子力学这套令人眩晕的解释体系，已经把我们拉进了一场彻底颠覆自我、宇宙与信仰的思想实验。我个人倒是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它会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未来。无论如何，接下来的旅程注定是一场疯狂而奇妙的冒险。多世界解释或许无法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但它迫使我们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身份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而是一个不断被记忆、欲望和故事所编织的流动叙事，那我们真正拥有的不是某种本质，而是选择去成为谁的自由。我们也许无法控制在哪个世界醒来，但我们可以决定，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愿意成为什么样的人。没有神，那正好，这宇宙的意义，从现在开始，由我们自己来写。